我哥也真是的，平常抠门抠得要死，今年好不容易大放异回，送了一次难得的云锦料子，谁知竟买了这种颜色，一点也不衬我的肤色，而且我怀疑他还讽刺我长胖了，我都挤不进，只能给你送来了。可此刻穿在秦欢身上，简直美如天人。你若是长大，这还得了？早夭才长不大。走走走，今日你一定是京城最靓的仔，迫不及待的想让他看看呢。顾子金此时也反应过来，他哥那个怂包竟然是给秦欢准备的。欢欢，等会儿若是旁人要求你，你可什么都不要答应。北约民风开放，像元宵啊、七夕啊、乞巧节啊，若是看上了，都是可以交换名字，然后托媒婆说亲的。秦欢重重的点了点头，低头看了眼裙子，星光点点，好像跟原来的裙子很像。他将那块料子拆了，让人重新制作的吧。出了大门，此刻元宵灯会已经点亮了整个京城。那边在猜灯谜，你看你看，那边画舫还有人唱歌呢，有几次还遇见了塞外游人唱歌跳舞，可让人脸红了。哇，在那，欢欢，我带你去看，这些塞外来的歌舞可羞人了，有时候还要当众邀请你进去跳舞呢。哟，顾家大小姐竟然也看这些不入流的东西，我还以为你只对秦淮平感兴趣呢。顾子金脸色通红，抬头一看，竟然是秦淮宁。华宁姐姐，你下子金做什么呀？你再这般，我不跟你玩了。哎呀，笨死了！来这里瞧的都是些大男人，你们俩长得如花似玉，也不拿张面纱。你瞧瞧，那些臭男人都朝你们看过来了。秦淮宁只得拿了面纱给他们二人挡住脸，这才好了许多。华宁姐姐可真好。哎呀，青春啊，年少啊。三步开外，穿着一身玄色长衫的男人正默默地看着他。秦欢似有所觉，扭头看去，便一眼撞入了那人目光中，只一瞬间便被那幽暗深邃的目光所吸引，不断地沉迷。秦欢眼神有片刻恍惚，身旁是热烈的舞蹈，是热情似火的塞外胡人，还有起哄的百姓。秦欢脑子一晕，便默默地朝他伸出了手，那一双白皙软嫩的小手就放在顾韶光面前。顾韶光微微一怔，看着秦欢的眼神有几分失神。方才那一刹那，他甚至觉得面前那人本该是他刻入灵魂的眷侣，不过瞬间回神，只是心上一松，脑子还来不及反应，手就先行一步。他在秦欢张开递来的手中给了他一把瓜子儿。我哥他就没说点什么？今儿个是元宵节，这么好的机会他竟然浪费了。说了呢。原来我哥还不是那么蠢嘛。我哥说什么啦？可有定下日子？虽说你还小了些，不过定了再等2年也是可以的。什么等2年？你哥说瓜子有些咸了，他去抓2把花生，拿些茶水来喝口茶，要等2年吗？他就跟你说了这个，还说给我带糕点，那家糕点又软又糯，很好吃。顾子金无话可说。咱们去看河上放花灯吧，听说今年还造出了龙凤双灯，现在河面上都挤满了人。让你早些去，你俩非要吃。我买了一条船。去年咱俩看花灯，你是让我站在房顶上看的，还说视野宽阔，极其凉爽呢。没人性的东西。两人穿过人群，要准备上船，一群学子却是在那边高声吟诗。这些读书人真是吃饱了撑的，每年元宵都在这里舞文弄墨，甚至还找出无数孤本，给人1炷香的功夫翻阅。1炷香能看多少？3页都看不完，别说记下来。小气又想要攀比。孤本之所以珍贵，便是因为稀少，大多数读书人只可交换，从不贩卖，以孤换孤。有什么好看的？一眼就记下来了。你可知道，这些人为了能多记2页，元宵这2天是饭都不吃的，入魔一般背诵。顾韶光顺势牵着他往里面走。顾韶光眉头微皱，四周扫了一眼，果然人群中不少暗卫。顾韶光牵着秦欢便上去了。做人臣子的总不能装瞎无视皇帝吧。天哪，
他居然还会笑。活了60、70年，与顾爷同朝为官这般久了，还是第一次瞧见你笑，难得啊！死而无憾了。身后这小姑娘倒是钟灵毓秀，难得一见的美人呢。行了，行礼就免了，微服私访，瞧瞧百姓。顾韶光唇间抿了抿，其实他还没想起来行礼呢。问个安吧，这姑娘从乡下来寻亲的，托人照料，如今由顾某看着，这位是我的长者，你须得尊敬他。好了，行礼吧。顾韶光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老爷姓范，贵不可言的范。范爷爷好。秦欢想了想，认真地行了行礼。范爷爷，我已经这么老了吗？顾公子是叔叔，你受他尊敬，比叔叔还高的就是爷爷了吧？你这丫头倒有趣，那我不是还得认下你这个孙女？真是个聪明的姑娘，比我妹聪明多了。哎，我妹就是块朽木啊。说起来，秦家孙女也有这般大了吧？若是个男儿，又是一门状元之才了。不知老爷这般想，我这做祖父的也遗憾呐。这孩子聪慧有加，整个秦家脑子光长他一人身上了。女儿身也好，将来嫁个有出息的孩子，依然能辅佐男子。是啊，儿孙自有儿孙福。过目不忘也这么稀罕吗？这不是作为人的本能？你这姑娘说话倒是好笑，这过目不忘，万人中都难出一个。我这北渊至今都没出一个这般聪慧的呢。不是老夫自夸，老夫门下弟子无数，倒是没见过能有我孙女聪慧的。你这小姑娘，便是嫉妒也不可如此胡说。说来当心，让人贻笑大方了。你瞧瞧这学子街多少读书人，这孤本每人1炷香的时间，最厉害的也不过背了12页，那位还是连中2元的学子。你瞧瞧，这等才能可是烂大街的。你自己资质不够，倒是怪我嫉妒，小气巴拉的。说完便走到那学子街上，拿起一本泛黄的古籍。现在的小姑娘啊，太浮躁了。我家明珠若是无必要，几乎不在外人面前展露才情。刚出口，秦欢便飞快地翻过古籍，直接扫了一眼。你这小娘子，还是莫要碰她这些宝贝了。这可是传家的宝贝，你给他摸烂了，到时候可得以身相许了。那可不行，姑娘虽说貌若天仙，但这小子可是要娶才女的。这京城才女可属秦家嫡孙女秦明珠吧？哎呀，姑娘，有人在称赞您呢。姑娘，您就是这般低调，哪里似有些人一般高调行事，出尽了风头。不要胡说，自古以来文无第一，那姑娘想必也是有过人才能的。你那孙女正好也在此处游玩呢。哎，这孩子在乡下耽误了，找回来后一直喜欢钻研学问，这里正交换孤本呢，他哪里不来凑热闹呢？明珠，过来过来。金明珠笑着点头，便走了过来。瞧见顾韶光时，心头微跳，拳头紧握。顾韶光手中还握着剑，就是那柄前世杀了他的剑。金明珠面色苍白，不敢看顾韶光，匆匆走了过去。还四处打听你呢，见了你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头都抬不起来。爷爷，老爷，免礼吧。就猜到你要来看孤本，去吧，今儿爷爷陪老爷出来走走，不用顾及我们。秦明珠笑容一滞，本想开口婉拒，去吧，那小姑娘都翻了3本了，你爷爷这会儿不甘心着呢。秦明珠抿了抿唇，这才笑着点头。妹妹，这书可不是这么看的，你得一页一页看仔细了。这位妹妹不知姓什么，也是对孤本感兴趣。我姓秦。还真是巧，我也姓秦，说不得咱们千百年前是一家呢。好大的脸呀，老子在神宫，你给老子扫地都不配呢。妹妹手上这本书可记下了？妹妹念了几年书啊？没念过，就是听旁人念书时听过几句。众人一听，原来是个大字不识的丫头。
我出生于乡下，长在乡下，学那些东西做什么？再说了，这也没什么好学的，看看就会的东西，哪里还需要上课？纯属浪费时间。秦欢随意地将书放下，这学问可是永无止境，你这般大字不识的姑娘哪里懂的？那明珠姑娘，你先看便是，我随意翻阅。秦欢随后放下书，走向一旁衣衫褴褛的读书人。小丫头，你可别去那疯子那儿啊！他考了几十年科举了，至今都不曾中过举人。你说他有什么用？整天抱着一堆书疯疯癫癫，还不许别人看，不许别人摸，在这念着要叫那些书一把火烧了。我的书不卖不换，只背，背下来多少便是你的。我要烧了，全都不要了，我要烧了。哈哈哈哈。那我看看可以吗？你们可以随便翻阅，你将是最后一个看到它的人。看完我就烧了，都是些没用的东西，都没用啊！你说你死守这些书做什么呢？考不中，你就是没这个命。如今妻子没了，孩子跑了，你这辈子图个什么呀？秦欢却是飞快地从老头箱子里不断地翻书，一页页翻过，只扫了一眼，大概数了数，几乎眨眼间他就能放下一本书的速度。哈，估计是大字不识，在这装腔作势呢。秦明珠安了心，自己背诵：老秦啊，你家有女乃是天大幸事啊，有福气啊。大概2个多时辰，正巧秦明珠和秦欢同时放下了书。小姑娘，你这2个时辰怕是翻阅了几百本书了吧？不，一共1095册，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所有了。饶是皇帝都朝着秦欢的方向摇了摇头，让大家见笑了。明珠今日生子不适，只能记得这么多了。秦明珠将那本孤本放下，顺势便开始背了起来，声音空灵，带着几分灵气，抑扬顿挫，背得极其熟练。大概半盏茶的时间，背了整本的大半，让大家见笑了。这几日一直风寒未好，明珠姑娘还是带病发回，这已经让我们这等人遥望了。即便是我2个时辰，也顶多背下明珠姑娘的一半罢了。这孩子一定能生下个优秀的继承人。方才那拖着2口箱子的老举人，将书一把火烧了，跳河自尽了。这等人幸亏不曾为官，不然便是百姓之灾呀。小姑娘，你可比明珠姑娘多看了那么久，你记下了几个字啊？名字可还记得不？名字？对啊，咱们就不要求你像明珠姑娘那般聪慧了，你就告诉咱们那老头都带了些什么书。那老头拉着那箱子走哪儿带哪儿，几十年了，连媳妇孩子跑了都要带着，你说可笑不可笑？不是人人都似明珠姑娘一般的。那多谢老爷谬赞了，这孩子今儿发挥不好，只怕还要怄气呢。哪有那么多名字啊？就一个名字呀，1000多册都是一个名字，叫什么文献大成，全都是文献大成。皇帝方才还带着浅浅的笑意，微微凝固。文献大成？文献大成？什么文献大成？听都没听过，差点当成了那本传世佳作，结果在一场战争中失去了下落。那个文献大成可有上万册。文献？你说什么叫文献大成？文献大成？文献大成？你说那些书叫什么？就叫文献大成啊，1卷2卷全都分了卷，不知道谁分的，分了1000多卷呢。后面还写了个名字，说是被人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比较好听，就跟我的名字一样喜乐。永乐大典？那口破箱子里装的竟然是永乐大典。顾少光这才走上前来，牵着他的手，生怕众人吓着了他。永乐大典乃是前人留下的经世神作，全书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永乐大典屡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甚至还有大半是残卷，并不完整。当今陛下为了寻找永乐大典，花费了无数精力，也没寻回半册。如今仅仅凭着这800卷，永乐大典已经成为了北渊国书。立马派人去查，将永乐大典追回来。范太初悔啊！刚才那老头看着就神色不正常，他为何不多问一句？1000多册，
竟然只有个小姑娘随意翻了翻。他的传家宝竟然是永乐大典，难怪那呆子宁愿媳妇儿带着孩子跑了，也不肯放下他的书啊。没多时，那侍卫沉着脸回来了。老爷，那老头已经打捞上来了，溺毙，没有一点活气。那一箱子书只找到了这几页残卷。真是永乐大典，就是永乐大典呐！秦老太傅倒抽一口气，整个人都快被悔恨所淹没。有谁看过他的书吗？有谁看过《永乐大典》？谁若是能背出《永乐大典》其中一本，重赏，朕重重有赏。众人一听那个朕字，当场吓呆了，哗啦啦跪了一地，高呼陛下万岁。陛下，那老头平日里疯疯癫癫的，谁都不许看，也就今日这小姑娘翻了一下。秦欢没下跪，就这么直直地站在中央。皇帝扫了一眼，眉心有些不喜。顾韶光是陛下的心腹，拥有免跪权，这会儿自然也没跪。你可还记得《永乐大典》其中内容？你可念过书？念过多久？欢欢他没念过书，欢欢从小在村子里长大，是旁人收养，疼他的继父死了，继母苛待他，这孩子还是在学堂里听了2句认的字。陛下，都是明珠的错，方才瞧见妹妹去看那箱子书了，明珠便不曾过去。若是明珠过去，好歹也能记下1、2册，为陛下排忧解难，为北渊充盈书库。你呀，不关你的事，只能说这机缘给错了人。为什么需要背？为什么需要学？那些不是一看就会的吗？背书很难吗？为什么记不住？为什么考不中状元呢？这不是所有人都会的吗？说完，上前从秦老太傅手中抽出那仅剩的1册残卷，道：这是中经第485卷，马融中经。序曰：中经者，盖出于孝经也。中尼说，孝经而敦视君之义，则知孝者嗣终而成，是所以达君亲之恩，明臣子之行。秦欢懒洋洋地随口道，那慢吞吞不慌不忙的语气让众人瞬间震惊。秦欢毫不费劲地背了10多卷。继续继续继续呀！秦太傅早已听得入了迷，整个人都有些恍惚。这一口气背了得有30卷了吧，甚至有一些还是北渊藏书楼中仅存的残卷，他直接给完善了。这是完整的永乐大典呐！咱们北渊国书有希望了，又能录入不少册呢，咱们说不定还能看上几眼。你们不觉得跟永乐大典比起来，他一口气能背几10册更恐怖吗？他可是没上过1天学，没念过1天书。众人一怔，随即震惊地看向秦欢。你说你不曾念过1天书？回范爷爷，有什么好念书的呀？看看就会的东西，那不是浪费时间吗？秦欢那句范爷爷瞬间打消了皇帝想让他入宫的念头。爷爷，你方才不断翻书，那是在背诵。秦欢眨眨眼，点头。那1000多本永乐大典，你翻过即背过，这有何难？我一直以为这是人人都会的呀，原来你们都不会。秦欢惊讶地看着众人，好似没见过这么笨的。总听着你们说要努力念书，考取功名，需要日日夜夜不停的念书，欢欢就不懂了。这资质，这得成什么样啊？2个时辰背完半本书，你们居然还大加赞赏；2个时辰连本书都背不下来，你们竟然还好意思当众表演？这是谁家后人呐？有福了，可真有福了呀！难怪他一副震惊的模样，他这是震惊咱们这智力有多蠢呀！他这是在震惊咱们这等人的傻呀！他不会以为天下人人都这样吧？以前不知，现在知了，多谢众位告知。你怎么好如此出口伤人？你是上天赐的天赋，可大家却是实打实的努力。你这番话，秦明珠似乎有些不悦，谁知众人此刻却半点不领情。不怪他，他这等聪慧之人跟咱们不是一个层次。明珠姑娘，你莫要欺负他了。听说极其聪明的孩子脑子里一般都装不下太多的东西。秦明珠一口老血哽在喉咙。我这是在帮你们。
这孩子若是我秦家儿郎，该多好啊！明珠与他比起来，到底差了一头啊！不止一头，何止一头啊！一个在头，一个在尾了。赏！今日所有人重重有赏。这位秦姑娘是吧？皇帝对着顾韶光的方向招了招手，面色柔和不已。秦明珠正好站在顾韶光不远处，瞧见皇帝招手，顿时整理了下衣襟，踏步而出。这一站出来，皇帝怔了怔，不是，那位小秦姑娘，过来一下。秦明珠脸上笑意微顿，面上带着得体的浅笑，牙根儿却是紧紧咬起。难怪这孩子生得钟灵毓秀，原来是上天赏饭吃，看着不通人情，原来是这般头脑。也是了，天才自然与众人不同的。老夫活了这么大把岁数，竟是从未见过这等聪慧及腰之人，也不知是哪家后辈。小姑娘，可寻着亲人了？若是寻不着，不如来我秦家，咱们都是秦，这千百年前，咱们还都是同宗同脉呢。我有奶奶，我奶奶不要我，奶奶说她死也不会认我的。这真是放肆！谁家妇人如此恶毒，竟是连自家小辈也容不下。这般聪慧的孩子，竟是要流落在外，无家可归，当真是恶毒。若是我秦家人，当要杖毙才是。哎呦，这丫头竟然长心窍了。你是个好孩子，那家人有他的罪受，你这等脑子便不要为这些事操劳了。永乐大典，你若是能完整的背出那1000册，朕重重有赏。此事便交给臣吧。明珠，你回去将水榭那栋阁楼收拾出来，秦欢姑娘只怕要在府上暂住2日。今儿个虾仁饺子怎么没了？老太太轻声道：下次可要多备一些。明珠今日早膳都没吃，这孩子在乡下受了苦，如今得好好补补。秦欢站在拐角，侧面对着秦老太太。那嬷嬷一抬头，便看见个天仙般的人儿站在清晨的光辉中。奴婢这是瞧见听香姑娘了吗？秦老太太眉头一蹙，便看了过去。秦欢正好转过头来，秦老太太一瞧见他那张脸，眉眼便猛地一跳，面色瞬间一沉，快步走了过去。谁让你来的？好大的胆子，你竟敢偷偷潜进秦家，看着周围，不许任何人过来。老太太目光犀利，声音充满着厌恶，看着那双像极了她女儿的眼睛，也没有半点心软。谁让你来的？谁让你进来的？好大的胆子，是不是秦怀宁？我便是太纵着听香了，才让他与人私奔，毁了我秦家风骨。如果有个明珠替你们赎罪，你竟是还不知足，当真与你那爹一般，毫不知趣儿，不懂分寸。我不是早便告诉过你，你不许来秦家，更不许在外胡说什么，更不许与明珠争宠。你生来愚钝，将来我替你掌门好亲事，有你享不尽的福。你来秦家做什么？看在秦家血脉上，我还能亏待了你？当真是与你那爹一个样。那么一个风光霁月之人，居然生了你这痴傻之人，也不知是不是报应。这里是老爷书房，待会儿你装作府上奴仆，偷偷滚出去，我会让人给你送银钱，送吃食来，保你衣食无忧。可是怀宁姐姐说这里是我家，听香水榭是我娘的住处。混账东西，明珠的东西也是你能肖想的，不知分寸，贪得无厌。你能为秦家带来什么？将来明珠才是我秦家的亲孙女，你若是在外透露出一个字，自细着你的皮。你随我来，这会儿老爷要来了，不许让人瞧见你。有句话我想说，可以吗？秦欢想说，但老太太却是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了。不许让老爷看见你的脸。秦欢哦了一声，便随着出了拐角。这走出长廊还没多远，秦老爷子便领着翰林院编撰过来了，脚步匆匆，似乎有几分激动。
你来这里做什么？给你送些补品来。这几日你陪着陛下四处东奔西走，这把老骨头还要不要了？行了，放在桌上便出去吧。这几日有急事，陛下等着办了。行，那我先让人筹办晚宴。老爷有贵客，这几日定是要好好招待才是。转头瞧见秦欢磨磨蹭蹭地站在原地，眸子猛地一暗。你还愣在那里做什么？还不快滚到一边去，挡着老爷了。等会儿冲撞了老爷的贵客，有你好过的，还不快滚！你在做什么？还不是府上小丫鬟不懂事，这丫头如今是越发目无尊长，半点不懂本分了，还是怪老婆子太宠着她了。说完便走上前，一脚重重地朝着秦欢踹去。我看你是无法无天了，丢脸都丢到陈大人面前了。住手！猛地冲上前，将那老太太一把推开。我看你是疯魔了，这么大年纪还打打杀杀，像什么样子？什么丫鬟，什么奴婢？这是我受陛下托付送来的贵客，借住在清香水榭。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已经是诰命夫人，已经是做祖母的年纪了，这小姑娘哪里得罪你了？秦老太傅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老太太一个不察，被他推倒在地，一个屁墩儿跌坐在地上，神情满是惧阵。你好大的胆子！陛下看中的人你也敢打？我看你是老夫人这位置坐得腻烦了，是不是？你说什么？他是陛下贵客，是你请来的天香水榭的。秦老太太声音微尖，满脸震惊，不可置信地看着秦欢。秦欢正站在老爷子背后，缓缓对他勾起了唇。小秦姑娘天资聪颖，不，这叫大智若愚。这姑娘也不知是谁家生的，竟是这般颖悟绝伦。昨日元宵节上，短短2个时辰，背下1000本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可是陛下寻求一生的国书，连明珠2个时辰也不过背下1本书，而他只扫一眼就能记住熟背，这哪里是寻常人该长的脑子？若不是咱们府上没有配得上他的男儿，我倒是想留他做孙媳妇呢。老太太脑子昏昏沉沉的，有些转不过弯来。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前脚她还看不起不许进门的痴傻外孙女，此刻被皇帝看中，被他相公郑重地迎进了门。欢欢可伤着了？我看你是老眼昏花了。咱们府上可有这么玲珑玉秀的姑娘？行了行了，没事别来前院，这几日正事要紧。你若是管理府上太累了，便将管家权交给姨娘，别一天将权力捏得那么紧，累得眼神都出问题了。哎，也不知哪家瞎了眼的老婆子，这等天赋之人都拒之门外，当真是瞎了眼啦。秦老太太身形微僵，手上颤抖了一下，脸上差点绷不住。欢欢哪，你我都姓秦，你若是愿意，便叫我一声秦老兄，我也不当你爷爷。你这等资质，老夫都教不了你呀。第7日傍晚，顾韶光亲自来秦家接人的时候，秦欢已经胖了一圈。你长大了，裙子没跟着长大，回去换了它。欢欢哪，若是你那祖母当真不认你，你就来秦家给我做孙女。那等瞎眼的黑心肝的东西，你还找他做什么？秦欢咧了咧嘴，没说话，扭头就走。紫金呢？秦欢好几日没瞧见顾子金和秦永富，还以为要来接他呢。嗨，最近京城流行什么巫蛊之术，叫什么伏击，说是能请神上身，有些人也叫他们笔仙。鸡笔插在一个烧鸡上，用一个竹圈或铁圈，圈上固定一支鸡笔。伏击时，鸡人拿着鸡笔不停地在沙盘上写字，口中念某某神灵复降在身，所写文字由旁边的人记录下来。据说这就是神灵的指示，因为握着笔，有的人也叫笔仙。最近京城的小姑娘很是喜欢，紫金和小富今儿也打算试试。秦欢却是眉眼猛地一跳，
请神上身，若是平时也就罢了，但如今顾子金得过他点化，秦永富又是个财神命，这要是请个什么鬼魅，那是一请一个准儿。秦欢拉起顾韶光便往顾家跑。难道这些事竟然还能成真？走到门口，从门缝中隐隐瞧见秦永富抓着顾子金的手，两人紧张兮兮地抓着鸡笔，那鸡笔已经立了起来，自己在沙盘上画着圈圈。秦欢瞥了一眼，瞧了两人的影子，顾子金影子上重叠了一个身影。顾韶光瞧见这一幕，眼神猛地凝住。顾子金眼底一喜，示意秦永富提问，说好请来了神，便问他的姻缘，姓什么，家住哪里。我想问问你能转多快？空气中有片刻的寂静，此话一出，手中鸡笔飞快地转了起来，越转越快，越转越快，两人几乎抓不住，只看着他在那儿旋转跳跃，丝毫不停歇。秦欢脸耷拉着，他就知道秦永富这小子能把鬼魅都玩死。秦欢看着那鸡笔几乎出现残影，整个人都有几分头大，合着你这请神就是为了让人家来转圈圈。秦永富就是个憨憨，怎么办啊？他怎么一直转？我还没问呢。他这是要证明自己转得快呢，你抓他没用啊。这连请的鬼神都是个憨憨，你说你转什么转？别人请神时严谨的不行，生怕触怒了鬼神，被鬼神所缠上。天生我遇见了个憨憨，请神的是憨憨，连请来的神也是个憨憨。你不会连姻缘都不会看吧？顾子金蹙眉问道。那鸡笔嗖的一停，晃晃悠悠朝着顾子金的方向看去，一股阴冷缠上了顾子金的身子，让他整个人浑身一滞。你别跟他见识，小姑娘家家懂什么呀？小胖子眼皮一跳，急忙挡在了他身前，那鸡笔却是仿佛带了几分怒意。你哪里不会看姻缘啊？像你这等人一定是阅女无数，连妻妾都是极其多的吧？秦永富学着他娘拍起了马屁，哪知这一拍直接给拍鬼腿上了，空气中隐隐地带着几丝阴风，让两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不请了，不请了，退散！鸡笔散乱地倒在地上，但顾子金身后的影子却壮大了几分。没走，他好像没走，有人在摸我的腰。怎么会这样？你别胡来啊！你这是跨越物种之间的感情，是没有好结果的。秦永富急忙将顾子金抓在身后，顾子金眼泪都快要吓出来了。只见那影子越来越黑，越来越壮硕，甚至快要将他整个人包裹起来。秦欢眼神一凛，右手刚一抬起，身旁的顾韶光浑身气势猛地一变，提剑踹开房门。等等，鬼神不被凡间利器所伤，这是伤不了他。的字还没说出口，顾韶光一剑挥下，那黑色影子瞬间消散，直接消散于天地间，连一缕幽魂都没剩下。秦欢一脸懵，默默地离顾韶光以及他的剑远了几分。秦欢默默地盯着那把剑，眼神似乎要将那把剑啄个洞。鬼神乃跳出三界外的东西，啊呸！我不是个东西，凡兵利器如何能伤我？可那一剑却是明明白白将鬼神斩个灰飞烟灭。你若是好奇未婚夫，便明明白白问母亲。你这般若是伤及自身，可如何是好啊？那人是个千年老光棍，从出生至死都是个童子身，死前孤独一人，死后也娶不上媳妇儿，阴间买不上房子，买不上骏马，买不上丫鬟小厮，死后又孤身千年。你这一问就戳到他痛脚了呀。哎呀，死了一样要赚钱养家呀，那我娘整天要死要活，到了底下还不是一样过苦日子，那划不来啊。秦欢没忍住笑了笑，你这关注点比较不一样啊。
不行不行，我明年就给自己建个衣冠冢，人还没死，先将钱财、丫鬟、小厮烧下去，等我下去的时候就不用受苦了，还得烧个阔气的宫殿，什么鸡鸭牛羊都得备下了。哦，媳妇儿烧不烧啊？财神果然是财神。顾子金低着脑袋，有些尴尬。这几日爹娘已经在给你议亲了，你若是有心仪之人，也可告诉母亲。哥哥你是长子，还未成亲，妹妹不急，等哥哥成了亲，再给子金议亲也不急啊。那你只能成老姑娘了，比谁晚婚，我能晚到你怀疑人生。以后不许再玩这等游戏，祭祀不是如此简单的。若是招来这天地间乱七八糟的东西，缠上了怎么办？秦永富耷拉着脑袋，不敢再说什么。方才若是欢姐和韶光叔叔不在，此事只怕难了了。欢姐，昨天有个叫花子抱着我的腿说是我爹，我让人将他打了一顿。哼，我爹会骑着大马来见我，居然敢诋毁我爹！秦永富急忙找了个借口转移注意力。秦欢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还记得上次元宵我给了一个乞丐金瓜子吗？那乞丐脸黑漆漆的，穿着一身破烂，他昨儿抓着我的腿说身后有人追他，让我救他，我不肯救，然后他居然拉着我的腿说，小福啊，我是你爹，你说他是不是个东西？我还给了他金瓜子呢。那你将他如何了？哦，我将他交给追他的人了，绝对不允许有人侮辱我爹，谁都不行。秦欢震惊地瞪大眼睛看着他。怎样，你怕是要完了？欢姐，你说我爹是不是在外发达了，富贵了啊？听说男人有钱就变坏，你说我爹是不是在外重新生了孩子，娶了媳妇儿啊？不然为啥不回来呀？既然没死，为什么不回家呢？秦欢看着他自言自语，心下一涩，很想说一句：少年，你爹不是被你亲手送进去了吗？你还是别期待他回家了，真的，这是欢姐对你最真诚的告诫。等你爹回来，不得撕了你小子呀！秦永富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欢姐，你是不是认识徐姨娘啊？这几日我住进了顾家，那徐姨娘每日早晚3次过来给我送吃的，紫金姐姐还担心她下毒呢。毕竟从她进门到现在都不曾给顾夫人送一碗水，都不曾请过安呢。哼，她爱送就送，她爱站在院门请安就站着，理都懒得理她，丢尽了我的脸。这么多跟班，就没见过她这么出息的。还想着给个中年老男人当妾，还是个想要熬死主母自己上位的妾。秦欢想想都觉得脑仁疼。大祭司回来了，大祭司回来了，大祭司失踪10几年被找回来了。秦欢站在街头，只感觉心头重重地震了一下，右手不自觉地抚着心口，只觉得跳得厉害。欢姐，你怎么了？秦永富急忙上前扶着欢姐，欢姐手放在心口，重重地按着，脑门上出了几丝汗，心间一阵阵绞痛，好似元神不甘的气息越发浓了。快去宫中寻明珠姑娘，她爹爹回来了，明珠姑娘的爹爹回来了。明珠绝对担得起这个孝子。大祭司回来3日了，3日不吃不喝便守在父亲榻前，大祭司此生足矣。明珠姑娘，你也歇息歇息，莫要累坏了身子，你这眼睛都布满血丝了。是啊，大祭司定能清醒过来的。这几日熬夜，面容隐约有些狼狈，但却无人轻视，反倒更看重他几分。明珠想多看看爹爹，以前在乡下，大家都骂明珠是没人要的野孩子，没爹没娘，明珠却无法反驳。如今明珠也是有父亲的人了。秦明珠说着说着便低头拭泪。大祭司昏昏沉沉之际，便听得有人在自己耳边说着什么，一抬眼便瞧见这几日在跟前伺候自己的小姑娘正软绵绵地叫着他父亲。大祭司醒了，大祭司醒了。生下你才3天，我便离开了。唉，
是我对不起你和听香。大祭司轻叹一声，十指修长，正看着秦明珠的方向。你娘可还好？秦欢进来时正好听得这一句，大祭司心间猛地跳了一下，转头朝着秦欢看去。大祭司呆呆地看着秦欢，似乎怔了一下，心间的跳动越发剧烈，隐隐有些熟悉。娘她走了。当年父亲撇下娘亲离开，那时娘亲才生下明珠3天，不曾坐月子，便挣扎着起来照顾明珠。到了2岁时，母亲月子里留下病根，在父亲离开那一天更是病重，将明珠交托旁人，将明珠送了人。那时明珠随着旁人走了，可娘亲第2日便后悔了。但那时明珠已经被带到了乡下，直到半年后，娘才跌跌撞撞找到明珠。娘老得不成样子。那时明珠3岁，便一直跟在母亲身旁，直到7岁时，母亲病逝，明珠便一直在村子里东一家一口西家一口长大。别人都骂明珠没爹没娘，可明珠却知道我的娘很疼我。苦了你呀！是我愧对你和听香，是我愧对你和听香啊！娘以前最爱抱着明珠看星星，她说父亲去追随天边最亮的那颗星了，那颗星是父亲的支撑。她说父亲一定会回来寻我的，给了明珠信物，让明珠在乡下等爹爹。可是明珠不中用，明珠太饿了，明珠好几日没吃饭，每天只能捡狗盆里的饭，是明珠不中用，用娘亲给的信物换了1两银子和3个馒头，用那1两银子才等到祖母来接明珠。娘最爱吃的是肉末蒸蛋，但是她不爱吃蛋，只喝蛋汤。娘还爱吃小茄子，最爱吃茄蒂，不吃茄肉。娘最喜欢下雨，她说父亲是带她下雨天离开京城的。秦明珠每说一句，大祭司面色便柔和几分，那些都是他和秦听香才知道的细节。刚刚离开京城时，两人身无分文，那时全北渊都知道大祭司私奔了，他不敢露出丝毫异样，秦听香便跟着他吃苦。肉末蒸蛋，他说自己只爱喝汤；茄子只吃地，他说自己不爱吃那软绵绵的肉。她是秦家娇养的小女儿，万千宠爱，她哪里吃过这些东西？大祭司如何不知呢？原来他一样疼着他们唯一的孩子。本来心中还有几分质疑，此刻都随着秦明珠一字一句的诉说早已消散。这是听香亲自教养长大的孩子呀。是爹爹对不住你们，是爹爹不该离开你们。有没有信物，你都是听香的孩子，你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大祭司眼神却依然不受控制地朝秦欢看去。那个呆呆的小姑娘穿着一身浅绿色长裙，面上没有半点情绪，偏生她却从那双沉静的眸子里看到了失望。那一闪而过的失落让大祭司心头瞬间收紧。哎，你可知道，当初你还是我在神明雕像前求来的，那时你娘刚跟我私奔离京，我祈求神明显灵，祈求神明赐我和听香一个孩子。没过多久便怀上了你。怀你之时，喜鹊在房上飞，房子周围鲜花盛开。那时我和你娘便笑着说，只怕是神明听到了我们的祈祷，才赐下你。是爹亏欠了你和你娘啊！爹爹，明珠和母亲原谅你，明珠只要有爹爹，一切都值得了。你有什么资格替他原谅渣男呢？抛妻弃子，女人一跃而终，你有什么资格原谅呢？秦欢站在中央，目光淡然地看着他。我若是他，永不原谅。擅自离开承天殿，这是不忠；拐带秦家女儿，此乃不孝；抛下妻子，此乃不义；撇下出生的女儿，更是无情，此乃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你算什么父亲？秦欢目中隐隐有几分激怒。认不出亲生女儿，你这一双眼留你何用？你怎能如此说话？
父亲为了天下大义，为了神明离开母亲，他是追随自己的信仰。我相信父亲。秦明珠站在大祭司跟前，明明两人站得极其近，但却一点儿也不像父女，好似隔了千山万水一般遥远。我不是故意离开听香的，那时我无意得知1000年前神明突然消失，得知1000年前一场史前大洪水将凡间几乎淹没，我便急不可耐地去查探。那又如何？那你有没有想过，大概是因为天神的旨意来冲刷人类的邪恶呢？是你所忠于的神明想要毁了一切呢？想要一切重新开始呢？秦欢眸子清冷，不会的，不会的，神明是仁慈的，绝对不会的。你别说了，咱们是忠于神明，绝不是叛神者的。大祭司眼神隐隐有些不悦，秦欢轻笑一声，对他说叛神者当真是可笑。叛神者可都要接受烈火焚身。欢欢姑娘可别说了，父亲刚刚归来，又是终身伺候于神明，忠于神明。欢欢姑娘若是不忠于神明，可莫要说出来，咱们到底是圣女，为神明而生的。哼，我不忠于任何神。大祭司面色瞬间便沉了几分。你是叛神者？顾韶光眉头一蹙，便将秦欢拉在身后。你是顾韶光？大祭司狐疑地看向顾韶光与秦欢交握的手。你没跟明珠定亲，你不是该娶明珠的吗？当年他便是算出顾韶光会与他有翁婿之缘，才伸出了一把手。怎么他还牵了别人的手？小姑娘，可有人教过你要遵守规矩，别人的夫君碰不得，你爹娘不曾教吗？秦欢冷眼看着他，我爹娘早死了，死人是不会教孩子的。若是活着，只怕也要让你气得一头撞死。子不教，父之过，你爹娘责任可不小，小小年纪便不做正事，岂是君子所为？你父亲若还活着，我定要教他做人的道理。大祭司眼底有几分不屑，命定的姻缘按理来说是绝不可能出错的。是呀，该将它挂在城墙上示众才好。大祭司瞧着他那眼神，隐隐有些不舒服，但秦明珠却是满脸尴尬。爹，明珠哪里和顾公子定亲了？皇后娘娘要为明珠赐婚，明珠与顾公子清白着呢。虽说他动了心思，可顾韶光他勾不动啊，而且他怕顾韶光那柄剑，怕得要死。明珠没和顾韶光定亲？不对呀，那时自己还未与听香私奔，顾韶光就与自己有了翁婿之缘呀。不对。大祭司不着痕迹地朝着秦欢看了一眼，瞧见秦欢眼底的淡漠和防备，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秦老夫人可在？秦家人早便来了，等在承天殿外头。岳父岳母，是我不孝，让你们二老操心了。秦明珠坚定地跪在他身旁，秦老夫人眼泪夺眶而出，到底是养了多年的女儿，她哪能不心疼呢？求祖母祖父原谅爹爹。起来吧，听香能跟你走，必然也是相信你的，只是那孩子太傻了。明珠与太子定不得亲，明珠有她的命定之人，此生唯有那一人可嫁。顾家韶光生来便带着冲天戾气和血杀之气，这天下无一人能嫁给他，唯有我的女儿，两人乃是天作之合，都为对方而来，万万不可许给旁人，万万不可许给旁人。大祭司看着秦欢，只觉得那秦欢站在顾韶光面前极其碍眼。顾韶光若另娶他人，必定客死无数；明珠若嫁他人，必定死的死，伤的伤。这天下唯有他二人是为对方而存在的。顾韶光轻蔑地看了眼秦明珠，浑身都充满了嫌弃，充满了抗拒。若要娶她，我倒不如终生不娶。那语气啪啪啪地打在了秦明珠的脸上，大祭司脸色瞬间沉了几分，眼底有几分冷意暗涌。是你旁边这位姑娘让你变了心意。哼，天下女子死绝了，我也不会看上秦明珠。你的如珍如宝与我不过是废物罢了，娶她我还不如娶块棉被，抱着被子睡一辈子我还舒坦些。顾韶光一脸嗤笑，秦明珠却是被他激得面色通红，当下捂着脸便呜呜地哭着跑了。唯有他知道，他生怕大祭司怀疑自己，他必须赶紧将自己嫁出去。秦听香养母护不了他多久。
秦明珠是个养女，从小养在秦听香跟前的养女。有一点她并没有说错，她确实是秦听香养在跟前的，也确实最了解秦听香，但从不是叫她母亲，只能叫着干娘。从承天殿出来，秦欢小脸儿都是气鼓鼓的，恨得直咬牙。那不相干的人，你气他做什么？是他求我的，明明是他求我来的。是了，那个傻逼当初求我赐他一个孩子，我赐了呀，谁知道神魂不全，更没想到一睁开眼睛，我居然过去补足了那一魂一魄，把自己赐给了信徒做孩子。而且我算是认出来了，那就是给我看的那个蠢逼，白长了双眼睛，瞎了算了，笨蛋，蠢的要死，还养不教父之过，我看你是老祖先人的过，哼！好了，你瞧他还说我只能娶他女儿呢，你看我理不理他？瞎了眼我才娶他女儿。顾韶光轻斥一声，但想起秦欢前几日的话，顾韶光又默默闭了嘴。那时他隐隐针对秦家那日在元宵节上与秦太傅说的话，倒像是隐含着什么。这丫头不会真是秦家流落在外的孙女吧？那另一个岂不是冒牌货？那方才大祭司不是他亲爹？亲爹说要收拾他，还要收拾他那养不教父之过的爹。这要是真闺女，那不是得罪狠了？哎，虐女一时爽，追女火葬场，将来有的苦头吃了。顾韶光再一深想自己能娶大祭司的女儿，顾韶光便忍不住朝秦欢瞥去。欢欢，这几日我大概要离京一趟，边关最近不稳，陛下派我威慑敌军。陛下说了，我只要去边关转一圈，就能吓得那些崽子落荒而逃，怕倒霉。你别担心，不过半月就回来了。这些日子我在你身旁留了护卫，你要保护好自己。我不在京城，你离秦家人和大祭司远一些。这块玉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不许将它遗失了。